现在下午4点半，出来转一转。这块儿是胡志明最中心的区域，那边很多的高楼大厦能看得到。虽然没有国内的那么高吧，但是看样子还是可以的。现在我去的方向是这个西贡河的方向，往那边走有一条河，西贡河。为什么以前这个胡志明叫西贡呢？就因为这条河。感觉这个胡志明街面上人还挺多，有点跟这个曼谷似的，比之前去过的万象可多多了。干什么呢？去这个西贡河那里。谁的车？保时捷啊！越南这边的交通有点看不太懂啊。之前从这个机场附近转了一圈啊，就感觉啊，这个不知道往哪里走。很多地方都是怎么说呢？没给这个行人留道，感觉啊挺难走的感觉。你看这条路怎么规划的啊？这一大片空地，然后呢这边小窄道啊，不知道怎么规划的。看看这个槟城市场，槟城啊，不是马来西亚那槟城。啊，这块倒挺漂亮，那边还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什么的，到处都是这个罗马字母，就感觉以为是到了这个欧洲了，或者是这个菲律宾啊，菲律宾也是一样啊，但实际上这边是越南啊。它不像这个老挝甚至柬埔寨啊，它有自己的这个文字啊，这边没有。行，在这拍拍照片。先在这个槟城市场的周围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啊挺有意思啊，后面坐的是俄罗斯大妈，应该是。看这体型长相啊，虽然戴个帽子吧，但我估计俄罗斯的啊。这边很多的这个摩托车都是这个有出租性质的，这边可以打到那个 Grab。一会儿在槟城市场稍微的溜一圈，然后去这个西贡河那边看一看。现在这边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吧，感觉这个温度啊肯定是没有这个曼谷高啊。感觉出来半天了啊，一点汗都没出。行，现在进这个滨河市场看一看，其实很多都是这个卖一些假名牌什么的。记得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博主特别爱来这个地方啊，买一些这个假 T 恤什么的，其实价格还挺高的啊，他们还挺高兴啊。这没办法，其实我现在也挺需要一件 T 恤的，只不过就是在不在这买的问题。我就走一圈得了，大家看一看这个滨河市场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就跟那个国内的某些怎么说呢，这还不像这个秀水街那种啊，可能比这个秀水街啊再低一个档次，就是个杂货市场，但是稍微的规划好一些。这边都是卖这个什么坚果类的。在这儿得注意一下这个小偷啊，宰鱼了。这里面味道全是榴莲的味道，果汁2、3万一杯，6块或9块吧，其实倒不贵啊。很多的这个卖旅游纪念品的，大家如果要是来这越南需要一些这个旅游纪念品，可以上这儿问问价格。我就随便看看。这个市场离我住的地方只有
不到10米远，非常近。因此想过来看，随时都能过来看。到时候就省得拿着相机啊到里面乱转悠。看看这个市场的外边啊，感觉啊特像这个小时候看到那个市场的样子。这一下又勾起回忆了啊！小时候这个。当时还是叫百货商场，还不叫什么购物中心什么的，叫百货商场。门口的那个玻璃啊，还有这个墙上就贴的这种，非常像。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只能来越南看了。这个感觉啊，越南有一点好，哪里好呢？就是它这个街道上的文字啊。写的都是这个，就是罗马字母。虽然有的意思看不懂吧，但是怎么说呢？如果要是稍微学一点这个越南语的话，很容易看懂。它不像这个泰语，又长吧，中间还没有空格，然后写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写的什么。这个。越南语有的单词啊跟中文发音差不多，因此有时候这个你要是拼一下的话，有可能能猜出来。像这个今天从这个机场出来的时候，这个正好啊路过一个这个厕所，当时那个厕所好像是nhà vệ sinh nhà vệ sinh，其实这个单词啊就是。卫生间，呀是家的意思，房子，卫sinh就是卫生啊。有时你能拼出来，看看这儿有没有能拼出来的。总之，反正有一些东西能看懂，但是那个哪里就很难了，就是这个泰国就很难了。感觉这边就像广东的某个地区啊。只不过就是这个路边的文字看不太懂。现在去这个西贡河那边看一看，这块高楼大厦还挺多。嚯，这哥们儿行啊，开着吉普就出来了。这是没人吃的，还是好多面包啊？可能是这个施舍给穷人的，还是不要了。看看高楼。这一块就算是胡志明的最核心的地区了。刚才不是正好看到那个吉普车吗？我就稍微瞄了一眼，好像是俄罗斯人啊。因为这个越南跟俄罗斯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俩的关系啊，感觉啊不次于中俄关系。新闻上中俄关系非常好啊，但是很多中国人啊在俄罗斯那边其实受的待遇并不太好，但是这个越南人跟这个俄罗斯人啊走得比较近。实际上，像这边啊很多的这个俄罗斯人来这边旅游也不需要签证，免签。这边摩托车非常多，有时真的得注意这个飞车党。据说这个胡志明这边还是挺猖獗的啊。以前这个中国广东地区啊也挺多的啊，飞车党不一定是这个广东人啊，其他省市的非常多。因此后来啊，中国把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摩托给禁了啊。这边很多的这个擦鞋的，像我脚底下这双鞋多少有点脏啊。他们就特别主动的那意思给你擦鞋啊，估计给你擦完了20-30块钱是少不了的。毕竟这一块是旅游区嘛，因此这帮人就是吃外国游客的，尽量还是说低调为主。啊，这个还有这个粤式炸春卷儿，
今天中午在那个叫什么忘了，反正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吃了20块钱的中午饭，量非常大，现在也不太饿，感觉可能这个稍微晚点再去吃点。现在应该是当地的下班的时间，因此马路上人比较多，但是这个点儿说实话还是挺舒服的。下午2、3点肯定比较热。今天是第一天在这个胡志明嘛，因此很多地方都不太熟悉，因此先溜一溜，逛一逛。在越南整个期间是18天，因为这个胡志明算是越南最大的旅游城市了，我估计它可能比这个首都河内旅游资源都要丰富，因此可能会在这个胡志明待的时间长一些。因为之前这个去曼谷的时候，每次都是待个3、5天嘛，然后就离开曼谷了，就感觉这个曼谷去过好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玩痛快就是断断续续的，因此不得不下次再来的时候再逛一些地方。这次来这个胡志明，我感觉尽量避免之前的那种情况，不如这个一次就把这个胡志明逛遍了，然后逛到自己不想逛了。以后即使来胡志明，也是就是类似于待个1、2天就走就可以了。看看这个大楼有点像那个上海的那个，但是那个高度差太远了，形状有点像。这种大厦在国内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我能过不能过？现在有点怕。我跟着他们过。这边交通比较混乱有灯这个不遵守红绿灯，因为他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摄像头国内是有摄像头罚怕了。好嘛，这边汽车违规1次罚你200这边好像有摄像头吗？我看看，好像没有，好像还真没有。但是这个高架子好像是为以后装摄像头准备的吧。其实昨天我在老挝的时候，就是琅勃拉邦嘛，当时是最后一天在老挝，那个前台就是越南人，我问了他一下，就是这个胡志明跟这个曼谷相对比，2个城市怎么样他就是这个胡志明的人，他说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曼谷那边更发达一些，那边交通设施非常的齐全，有这个就是 MTS， 就是那种轻轨式的这个交通运输方式，还有这个各种的公交车。这个胡志明这边还没有，地铁也没有，好像说正在修建吧。确实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什么地铁站、轻轨站什么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摩托车出行，再加上这一块市中心，就感觉这一块有点乱，但是好歹还能接受毕竟它这个堵车情况不像这个雅加达那么严重吧，因此多少还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像国内这个街道还有这个建筑什么的非常像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边摩托车太多了。这哥们行大热天穿个皮夹克越南人喜欢那么穿
之前记得在白俄罗斯的时候，总看到一个人啊，穿的特别古怪啊，大皮鞋啊，皮鞋得比这个别人皮鞋啊多出一半去啊。反正着装的特别奇怪啊，看着也不像韩国人，也不像中国人。最后一问，原来是个越南人。看看这大厦。行，一会儿就差不多到河边了啊，应该就是那边了。再往前走个几百米吧，就到这河边了。看看西贡河，这个胡志明周边啊，河流还是比较多的。可以说这个城市就是建在河上的，河道特别多。越南南部啊有这个湄公河，因此呢这边的河流区域非常大。从地图上看，就感觉像是到处都是河。这俩狗行啊！俩小狗还挺可爱啊。行，前面差不多到河边了。这个胡志明的街道卫生情况比较一般，还不是太脏吧，只能说一般。比雅加达强，我感觉雅加达有点过于这个乱七八糟了。行，前面到河边了，一会儿到河边那儿看一看。现在是我怎么过去啊？这个位置要说从这儿建一个过街天桥啊，非常有必要，就是没有。从那边过还是？这边肯定没可能了，车也太多了，还是从这边过吧。就是越南还是发展的欠缺一些，感觉很多地方就是你认为这里应该有一个过街天桥，但是它没有，就是感觉发展还是不到位，相对国内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吧。看看以后这个越南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吧。胡志明应该就是越南最发达的城市了。如果胡志明是这个水平的话，我想河内应该不会说比这个胡志明更好。我天，我怎么过去啊？想到那个河那边就这么难啊，那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建一个天桥呢？好，应该在前面应该可以过去吧。一会儿到前面试试。我天！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过来了。哎呦我天！这个细节上差得太远了。别说跟日本比、韩国比啊，就跟中国比差得很远。你看这有一座桥，其实挺好的啊，可以从这儿建一个这个楼梯啊。可以跨过来，哎，它就不见了。行了，到这个西贡河了。其实西贡河确实挺漂亮的，这条河挺漂亮，但是感觉这个内容少了一点。周边的房子，看那个像是某个政府部门啊，感觉。一会儿在这个西贡河附近转一转，往前溜达溜达。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建筑是干什么用的，感觉在国内的话像是个革命根据地。啊，前面还有一座塑像，不知道是不是胡志明啊还是谁，可能不是啊，还是不知道啊。我看网上写的是一个修道院啊，我估计应该不是那里啊，可能是后面。感觉这片区域倒是挺漂亮，就是这个有些细节没有做好，感觉框架已经搭建的非常好了，就是这个细节啊，多少感觉差了一点。感觉这个西贡河的附近
要比刚才所在的那个滨城市场那里要舒服。这边小风一吹还挺好，往这个前面溜一溜。这块应该就是胡志明啊最好的区域了，有点像这个像哪儿呢？缩小版的上海，缩小版的。这是黄浦江，一边是浦东，一边是浦西，然后很多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河的两边。前面这人哪儿的？那个好像南京的那个大厦。南京人啊，估计差不多吧，应该是南京人。对南京那么熟悉，个子也比较高啊。现在感觉来越南这边的中国游客并不多，也没看到什么旅游团啊来这边，但是感觉这个可能来这边工作的会相对来说要比之前多很多了。据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内的生产型企业都移到这个越南这边了嘛，因此可能有一些这个工作岗位也要移到这边来。要说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看东盟的国旗，这个越南是东盟国家嘛，因此他们这边跟其他的东盟国家之间是免税的，甚至跟这个有些欧美国家也是免税的。因此怪不得很多的这个中国企业来这边建厂呢，到时候这个出口到发达国家就相对来说有一些优势。东盟国家的国旗，这是相当于东盟旗吧，东盟10国吧，应该是10国，少一个东帝汶，不知道以后东帝汶会不会加入。看一看这个区域，前面还有大向日葵啊。行，在这儿拍照片。这个点儿是当地人下班了啊。好，这个不容易啊，竟然没造成堵车。这边的情况就是摩托车它比较多，汽车相对来说少一些，因此它这边没有堵车呢。如果要是这个汽车再多1倍的话，这个马路上立刻就得堵。感觉这个下班景象在国内已经很少能看到这么多车了。看看这个向日葵，其实是假的，但是还是挺漂亮。这块环境倒是挺不错的，就是这个马路上的车太多了，全是摩托车，而且这边相对来说这个出租车比较少，因为这边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摩托车，因此他们这边可以打到这个 Grab 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很多都可以使用。这个河边的小公园倒是挺不错的，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没事可以晚上来这边转一转。我之前在这个金边认识了几个俄罗斯人，他们在这边教英语。没错啊，俄罗斯人教英语。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欧美人嘛，来这个越南这边教英语的情况特别多，包括之前在这个暹粒看到了2个美国人，他们也是希望来这个胡志明这边教英语，因为现在这个越南发展比较快嘛，因此可能这边机会越来越多吧，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都需要英语，因此现在感觉胡志明或多或少有点像这个
10几20年前的上海，我估计啊，这是游船啊，还是感觉不像游船，应该是游船，渡船吧，就是普通的摆渡船，有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要是不贵的话，可以坐一圈啊。这不像是普通的码头，像是比较贵的。这不像那个金边那边那个码头。行了，不坐了。这个区域有点像金边，只不过这个相对来说楼更高，然后这个小公园建得更好一些。还在这个西贡河的岸边儿，现在这个下边大军还是非常多。那边还有一座桥，建得挺好看。这块晚上应该挺漂亮。现在是不到6点，差一刻吧。感觉这个晚上也有必要啊，再来这个河边转一转，看一看。感觉那边啊有点空啊。其实这个西贡河两边还有很多区域啊，等待开发。感觉这块是不错了，但是那边就感觉空地比较多了。嚯，这还有一个塑像啊！看看这个，不知道这个塑像里面的人物跟这个中国有没有关系？很多的这个越南当地的著名人士吧，都跟这个中国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国历史还是错综复杂的啊。看一看陈兴道，刚才查了一下啊，这个人就是越南的民族英雄啊。他2次成功的抵抗住了这个蒙古的入侵啊，当时应该是中国元朝时期。大家如果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胡志明应该也是人口超过1000万吧，在这个亚洲绝对算是超大型城市了，人口众多，再加上这边的这个公共交通啊稍微欠缺一点，就感觉这个马路上啊车非常多，还不错，比这个雅加达强。雅加达这个点儿还堵着呢，这边运行的还是挺快的。很多人都是这个骑摩托车出来，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租摩托车的，感觉在这个胡志明就没必要租了。很多的这个公交车啊，哪儿都能去，看看这堆人，行，这俩哥们儿真勇啊！哇，如入无人之境啊！走过去了，我天，厉害啊！好，这俩人走过去了，看看这摩托车大军啊，他怎么走过去的？哎，服了！一会儿到那个小广场那儿看一看。行了，终于啊穿过马路到这个对面的小广场了。可能啊是，如果有人走到这个斑马线上，这个车就多少会慢一些，好像就算是这个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了。但是这个一般人估计没这个胆量啊。看看这车，天，还那么多人啊！这个越南也毕竟是人口应该是没超过1亿吧，快了啊，差一点儿。再看看陈兴道，还那么多人了。那哥们儿想过马路啊，估计困难点儿啊。他其实应该选在这里，这里还好一些，这里相对来说人少一些。这堆车都停了。哦，好像那边是有一个这个按键啊，可以按一下，
当时没看到。车这么多，竟然没造成这个交通大堵塞，这个真不容易啊！啊，这人就是人多。我们先拍到这儿。